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硅谷帮的谈话节目哈。今天我们非常高兴请到了两位在growth and marketing 方面非常资深的朋友，一起来聊一聊。首先欢迎Caroline 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是在这个HR Tech 的一个 startup Edge 的 CMO。Caroline 你好，欢迎你。谢谢 Zoe，很高兴又回来我们硅谷帮，有一阵子没和大家见面了，我还怪想大家的。今我天呢和大家，们也想你，嗯，对，今天和大家聊聊用 AI 怎么样，增加助力增长这件事情。是的，很是的，是。高兴能和张贝一个在一个节目里同时参加，谢谢 Zoe 组局。谢谢 Caroline 另外一位就是好朋友张贝，张贝现在是在深大集团下面的一个AI 的一个协作平台，就是负责这 VP of Growth 叫 Tanka AI 对吧？张贝也欢迎你。感谢，多谢 Zoyo 邀请，很高兴有这么个机会跟 Zoyo，还有非常荣幸跟我们老朋友 Caroline 一起同台讨论 AI 增长的问题。就稍微因为我是第一次，我稍微介绍一下我自己，就是大家好，我叫张贝我之前跟 Zoyo 和 Caroline 都是老朋友了，好多年了。之前在硅谷也待了好多年，之前在一家叫 Point 的早期的一家 FinTech。做 growth，后来在 Grammarly 做 B to C、B to B，也有幸参与了一段高速增长的这么一段经历，学到很多东西。然后离开 Grammarly 以后，以 advisor 身份也非常荣幸的跟很多非常棒的一些公司参与不同的项目。最近刚刚加入盛大旗下的这家 Tanka AI 的这个平台，然后担任它的产品和增长工作，还要多多指教，我们的业务刚刚开始，待会儿要跟大家多多学习。哎呦，太客气了，我们主要还是来听你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行业最新发展的趋势。嗯，谢谢张贝哈，非常欢迎你过来因为这个我们前段时间就是在私下里在聊这个话题，就是说因为你看哈，进入这个 AI 时代以来，你会发现所有的事情的速度比原来都提高很多。打个比方说。这些 AI 公司自己它本身的增长速度是非常惊人的。嗯，我记得有很多人就流传一张图，对吧？就 ChatGPT 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快达到1亿用户的一个产品，对吗？所以它本身的增长速度是非常快。同时它也带领了很多最先去应用 AI，然后知道怎么样去用 AI 来助力增长的这些公司，实现了很多这个快速的增长。所以我们觉得这个话题其实非常有意思，而且两位在公司都是非常 senior 的 role，就是 C level 和 executive 的 role，所以我们也想听听两位的一些观察或者是 insight，就是在这个领域内，就是 AI 是怎么跟这个 marketing 还有 growth 去结合的。我知道两位手里都有非常多的案例，也有非常多的这个经验，所以我们就废话不多说，我们就直接开始切入正题。我们先这样吧，你们先讲一讲你们到目前为止最令你们印象深刻的。也不一定是你们自己公司或者你们所知道的，通过 AI 的工具助力，能够帮助 marketing 的 growth 达到一个高速的增长，或者是提高了很多的 efficiency 的一个具体的例子。我们沿着这个具体例子，我们可以再往下再探讨，怎么样？可以啊，可以啊，要不 Caroline 先来吧，我接着。这个 to clarify 就是说，不一定是我们公司，而是说不一定，观察到对，行业内的。因为我知道 Caroline 你经常会参加各种的活动啊、会议啊，然后跟同行也有很多的交流，所以我知道你在这里面有很多的一手的信息。嗯。我觉得挺多的吧，就是可能现在，我不知道其他同学是在哪里看到这些成功的案例。我感觉 LinkedIn 像现在这些案例是越来越多，当然真伪难辨了。但是，的确你有看到很多他们会分享，比如可能是一个不是很大的初创团队，他基本上可以做到说，在没有花1分钱广告费的情况下，比如 5x 或者 10x 的做到这样的一个增长。
然后就是因为他们能够更加缜密的去洞察他们的这个目标客户群的需求，并且制作出刚好就是我们英文说 just in time、just in need 这样的一些内容，所以可以说是看起来是非常热闹的一个 golden age for marketing。我先说这么多一些 observation 吧，就是有时候看着我还挺流口水的。张妹你呢？对，我反正有很多头绪，但是也先从一个地方开始，因为我自己做 B to B 比较多一点，包括摊卡，其实也是我们是 B 端的，对吧？然后 C 端的其实很多了，我觉得好多国内的朋友，这个 C 端的那个 App 都是降维打击，增长非常的快。但是我想说，我们其实最近做 B 端的话，看到行业，我说行业了就好了，其实我们自己有在操作，但是名字我就先不说了。那个行业最近有几个独角兽，就是2年就做到10个币的，就比如说 Sierra 和 Decacon，他们都是其实也好多都有，包括 Decacon 也有华人背景，他们就是做这种 B 端的 Customer Service AI Agent，对吧？非常垂直的领域。然后对于这些公司来说，其中他们之所以能成长这么快一是当然是产品好了，但是另外一个其实也是他们真的是充分的利用，比如说像 Clay 这种工具，对吧？那个高速的抓取目标的信息，然后那个用爬虫迅速的为每个目标用户做到个性化的信息，然后呢用那个 email 和 LinkedIn 对吧？自动化的工具高速的去触达用户，然后甚至是说会用也是 Clay 或者一些其他的工具。甚至是为每个公司做自己的 landing page，这个工作量哦，对吧？在以前是不可思议的，但是现在基本上就是一个人在 LinkedIn 上看一下人家的教程，可能一下午就倒腾出来了，这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然后甚至说还有现在一些 B to B 的工具，比如说最近我看到了一个叫 Trigify 的工具，它可以追踪大家在这个 LinkedIn 上的话题，对吧？比如说他们只在 LinkedIn 上追踪哪些人是 Customer Service 相关的这些人，然后去这些帖子上面抓这些人，然后针对他们去做高精准的这种触达。然后就这样的话，就比如说 Sierra 真是2年就做到了10个币，然后它能在非常短的情况下迅速的覆盖这种用户，而且也不是垃圾邮件的覆盖，对吧？它还是非常高精度的覆盖，这个我觉得非常的了不起。这个事情我也有在自己在探索和自己践行这些方案，就是反正先起个头。这个我觉得最近 AI 对这种 B to B 的，我觉得可能 cover 了2个东西吧，一部分是说把之前已经做的这个渠道。效率提升了至少100倍。然后第二个呢，其实它也相当于开拓了一些新的打法，这个之前可能完全是不存在的一些方法，现在都是可以做得到的，对吧？这些反正我还有一些其他的例子，待会儿可以慢慢的咱们再讨论，好吧？嗯，太棒了。我 follow up 一下，你刚才说你自己也会做一些尝试，你尝试下来，因为我们听这些案例都非常的 fancy，对吧？impressive，哇，哪个公司在短时间内取得了高速的增长，然后他貌似说出来的东西，好像大家也都能理解，对吧？就好像你刚才说的，哦，我就是 customize 这个不同的用户的这个 landing page，说打个比方，针对他们做准备不一样的就是定制的内容，这些就是听起来大家也都听得懂。那你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比如你在 try 的过程中，你发现就是最大的困难或者说最核心的点是在什么方向？是说，嘿，我这个团队里需要有几个懂 AI 的人能够把这些东西做出来，还是说这个数据的获取其实是最困难的？还是说我去触达这些用户，对吧？因为你要找到这些人在什么地方，去 approach 这些人是最困难。但是就是你自己试下来的感觉是怎么样？对，我试下来，我先抛个砖，哎呀，待会儿 Caroline 再欢迎添加。对，我试下来是这样的，就是说虽然说起来很简单，对吧？哎，对，看看就像你说的，确实是，但是肯定是实际操作是有坑的。就可能现在来说，哎，可能2个小时我能把这个 SOP 把它给它搭建起来，但是问题是，其实你要我，比如说自己要学会这些工具要怎么去做，然后到底那些怎么的设置，还是有不少门槛的。所以就是说，我自己碰到的困难就是说，虽然说起来容易，但是实际到落地还是有些问题的。包括这些数据，对吧？大家也都是做数据的，我知道 Zoil 也是数据的，这是数据的 executive，对，这是您这边也是高手，对吧？真正触及到这种数据的质量，对吧？这个也是有很多的问题的。然对，后对我来说的话，就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嘛，就是可能做起来肯定要准备好踩一些坑。
然后但是另外一个就是说，虽然是说我们在 AI 工具，但是我们还是无比尊重专业的人的意见，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其实并觉得，可能抛的有点早，就是说我认为现在还是一个 hybrid 的一个结果，对吧？虽然我觉得 AI 工具虽然非常好，但是会用这些 AI 的人才是真正有价值的，所以我们采取的一种方式。就是说，可能哪怕我exactly 知道有这么几个工具，但是我可能第一步是会请一家会用这些工具的 agency 先帮我们起步，然后这样的话，我通哦，过通过让人家已经踩过坑的人，对吧，花一点钱，然后教我怎么做，这样的话，我可能迅速的就可以相当于 take a shortcut，对吧？很快就把这个 learning curve 就迅速的减少，这样我目前来说是一个最舒服的一个方式。这样的话就是双方面嘛，一方面是我请人家的专家教我学，另一方面就是我加入碳卡之前我也做过另外一种，对吧？人家肯定也叫我去帮他们也传播一些经验，是这样的，就是还是 human expert 还是非常重要的。嗯。我觉得特别赞同这一点，就是很多时候，因为现在我们观察到的一种情况，就是很多公司都觉得 AI 很重要，然后他就大力的推 AI，但是这个大力的推 AI 很多时候，因为两种，一种是自上而下，一种是自下而上。你自上而下的推 AI，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大家都想用 AI，那这个 AI 到底我怎么用什么 AI 拿过来以后解决我工作中有什么问题？它能够实际提升多少的这个efficiency 也好，或者是这个 result 也好，很多公司都还没有人试过。当然，我们看到一些成功案例，但是其实在很大部分的公司里，它其实还没有 adopt 到一个就是说 critical 的一个地步，说我 AI 现在是我的不管是增长还是说我的 sales 这个 essential 的一环了。很多人还是在尝试。我觉得你刚才提到一个特别好，就是说咱们应该去多向他们这个成功的经验去学习，对吧？甚至是就是让他们来帮我们来做一些初期的一些这个 guidance 和搭建，这样可能是更有效的去落地。就是 at the end of the day，就是在这个市场上谁更快的走出了一条路径，然后可以用这个相同的方法来复制，然后给更多的人这个更多的公司以助力。我觉得这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对，其实我最近参加了大概好几个 CMO Summit，然后呢，在 CMO Summit 里面，我发现可能是两个极端吧，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些 LinkedIn 的是一个极端，那么 CMO Summit 去的那些公司呢，就是另一个极端，很像a decade ago，我觉得应该是12年前，exactly，我在 Visa 的时候。当时 social media 刚火，然后 Visa 也不是这么大的体量嘛，我们就会做一个叫什么呢？叫 COE，Center of Excellence。然嗯后他们现在很多的公司呢，就是这些大型的公司，他们就做 AI COE，然后他们就会找几个这个 lieutenants，然后让他们就是基本上大概的 composition 就是一个对 AI 比较敏感，然后愿意去闯新的这些世界的人，大概一般是 director 或者 senior director 级别的人，然后呢，由他作为一个像我们说的这个 Tiger Team 一样的一个小 leader，由这个人再去找 IT，找相关的数据等等那些组。然后他们去摸一条路线出来，然后他们来去向这个高层去建议说，我们应该主要用这个工具，我们要用这个工具上要有这些什么 governance，然后我们的数据要怎么管理，我们的 AI 的 usage 怎么样去监测。就上次分享的那个 CMO 以前是 Ralph Lauren 的 CMO，现在他是嗯管那个Rockefeller Center 那边的一个空中花园，以及大概美国境内100多个地产这样的一个就是地产公司的一个 CMO，他就嗯讲他们现在，因为他们也是很大的一个业务量，他就要求他的员工，他还讲的挺有意思，他说我让我的员工首先先做到如何分享用 AI 实现个人的好处。非常非常私人的一些应用场景。同时，我让我的这个 COE AI COE 的人去发布我们公司内部符合品牌标准的什么这个那个，就是大公司大家做过都知道，我们要有什么 brand guideline、brand voice，
和这个相符的 prompts，然后做一个 prompt library，然后同时后台他让 IT 去拉那个数据，看是大家这个真正 AI software 的 usage。嗯反正我在那边听，我就在想说，真的很像当年我们都不知道怎么玩 social media 的时候，就会搞一个 center of excellence，然后连你怎么样去衡量它的这个成功标准。你看，我不知道张妹有没有印象，以前我们会说，Facebook 上 cost per like 就是我们的成功标准。，cost per like。对，人能把 cost per like 降下来就牛逼。所以就是新的，我觉得一个新的用英文说 capability，从企业来讲是一个新的 capability。它在这个掌握这个 capability 过程中，总是会有这样的一个 growth curve。大的公司它有这个资源，有这个人力，它会做这种 COE，并不是没有做，他们其实都在做，有些可能比我们跑得还快。但是小公司的好处就是像张贝说的，就是我最近也在思考这个事儿，就是说从上而下可能是我们小公司相对来讲跑得会比较快的一个方法，但它要求 leader 本人自己要有这种好奇心，而且要有这个动手能力。然后当你做出来以后，就有点像这个小孩子上课一样，要 show and tell。但我们都可以给他们看到说，我也可以做，你相信你也可以做。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还有一个我最近也在思考的，我在最近 San Francisco 这个 CMO Summit 上聊到过，就是说，其实很多员工他 fundamentally 我们想要培养的是 AI literacy，但是你会发现有些人，你不管怎么教他，你把他嚼碎了喂到他嘴巴里，可能他也不会掌握，因为那些人他没有 growth mindset。那他们嗯。可能就会慢慢被 wash out of the system。我先停一停，反正你要我讲，我可以一直讲。没有，我觉得特别好，因为你刚才其实就讲到了这个问题的核心，就是这个 AI 的这个 adoption 到底是怎么一步一步达到的，对吧？我刚才提到说，这个肯定很多公司都有 top down 的 push，但是刚才你也提到了，让很多的个人，就是说你先用 AI 来解决你个人的问题，你个人的问题就是你工作中你觉得有什么，你 AI 可以帮助到你，你就先上，对吧？你如果上了，你可以在这个公司内部去 spread out。然后就自下而上的可能会出现很多的这个有趣的应用、有趣的场景，然后我们再看怎么在全公司去推广、去整合。我觉得这两种路径其实都是非常非常 critical 的在现在这么一个形势下，因为前提是没有一个 playbook，没有人知道 AI 到底有多大的能量，能够解决多大的问题，在不同的领域、不同的公司到底怎么用，大家还是处于一个摸索的阶段。所以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非常 critical 的问题。那我们既然聊了 top down，我们可以聊一下 bottom up。你们有什么特别有意思的这个 observation，就是哎，解决了你们工作中一个非常非常这个 time consuming 也好，或者是非常复杂的问题，然后用 AI 就非常的 easy。我知道张贝这里肯定有很多案例了。那个你们就是做这个协同工作的 AI 的这个平台，所以肯定是有很多。Caroline，你先说 Caroline，然后我们让张贝再来道出他的这个他们平台的这个强项。嗯，对，张贝，我也听过张贝讲一些那边，我特别有兴趣要听 all the details。我对先讲一个可能以我作为 almost bottoms up，虽然大家可能会讲你都 C level，你还 bottoms up。我们 marketing 呢，在很早我刚进公司不久，我们团队就主动找我说，那个我们能不能讨论一下，说老板，我们能不能讨论一下 AI 的软件？有很多我们都不知道用哪个，然后我们专门搞了自己内部搞了一个 workshop。然后我让员工把这个都整理了一遍。整理一遍之后呢，过了2个多月，其实我们并没有动静。为什么呢？因为员工也不知道从哪下手，对，我自己呢又去忙别的事情，然后等我想起来的时候，我再催他们我说 Where is it？大家都聊过了，后来才发现可能还得我自己来。我就跟 CTO 讲，我说我要用 AI 软件，CTO 呢也有点一脸懵逼，说哪个软件，用在什么场景？所以后来在经过这两轮就是都不太成功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我意识到，我们作为一个想要去 drive change 的人，不管我是在什么 level，其实都有一定的这个 business planning 和 upselling 的需求。我后来就自己找了一个有空的时间，把所有我们想要的 use case 都写了下来。
然后我自己做了一个 research。In this case, by the way，我用 AI 帮我做了一个 research。我说我要实现 ABCD 这些，因为这是我的 pain points。你帮我推荐什么样的 AI 工具，而且你要帮我去做一个 projection。我如果用了，我会在什么地方看到好处？然后我自己再嗯，把那个全部重新捋一遍，筛掉那些我觉得不合用的，最后我把它变成了一个 proposal，AI use case proposal。结果 CTO 是看了以后，好像没过1个礼拜说可以了，你想要几个用户我都给你。我心想，早知道这样，他早就已经有企业级的软件的那个 access，只不过就是没有给我们 seats。I see。Anyways，这算是我的一个呃 bottoms up，然后再从我又往上推了一级这样的一个过程。因为其实我的分析就是说，在 C level 来讲，用什么软件这个事情其实不是一个大事，但是他必须要知道我给到大家这个软件，每年花这么多钱，我到底可以把它 associate 在什么样的 use case？所以这个 link 就是我需要去帮他建立的。当做嗯，出来以后，我们同时也可以回溯说，当年说可以当个 quarter 说可以做这件事，2个 quarter 之后有没有效果？所以这个差不多是我的一个小小的 experience 吧。可以 measure and trace，对吧？嗯。对，我们听听张妹来讲讲那个更具体的，因为我故意跳过了一些细节哈，我想我们做的相对 basic 一点。哎，没有没有，这个没有，这个以价值为主，对吧？这个不是以 technical 为主，对吧？能有结果就是就是有用的。对，这个我们这边大概的一些框架是这样的哈，就是我也就简短开个头儿。就是因为我说实话，我们小公司就这么几个人，对吧？很多时候是被逼的，你不用 AI 就没法做。这个不像 Caroline，你们是有资源的，对吧？我们在美国加我也就3个人，怎么办呢？你必须要一个人干10个人的事情，所以这个自下而上的动力是在的，对吧？这就是 AI 的 power 啊，就是对吧？你看你现嗯，在一个人能干10个人的活对，，with AI，嗯。that's mean something。对对，确实是，所以这个逼到这儿了，自己对，自然会有这个动力。所以说我们平常是这样的，就是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还是以任务为导向嘛，对吧？第一是把所有要做的事情全都列出来，对吧？然后其实说实话，很多时候已经做的事情已经有一些，市场已经有一些这种 guidance 了，对吧？无论是 LinkedIn 上的一些 post 啊，或者说我就直接问 AI，对吧？这件事情我能不能自己做，要怎么做这种事情，所以这样的话，其实自己被逼着会。比如说我作为一个理工科的人，现在在用这个最近写的一篇 PR 文章，我觉得还挺满意的。那个还有包括做内容创作，包括我在做整个网页的设计啊之类的事情，反正我觉得这都算是基本操作了，对吧？这种因为资源就在这儿。另外，另外呢，其实我们也，尤其是说，如果找 agency 和 freelancer，我们是有要求的，我们一定要这个人就是一定要是非常的 AI native，或者说那个 AI adopting 的人，对吧？因为我们现在找合作伙伴的人，我们其实是希望能从他们合作中学到东西的，所以我们会挑选。我们包括 screen 他们的时候，也会问他们，对吧？你们的 tech stack 是什么东西？这样的话，我们希望不光能出结果，而且你能教我，对吧？我们怎么样做的最好，对吧？这是这一部分。然后从这个方向，其实我们也学到了好多这种，就刚才我说实话，刚才我说这些 B to B 的增长，其实都是从 agency 这边学到的一些哦，东西，对吧？这个不然你自己再从头学这个，哪怕我 AI 能告诉我步骤，我也还是会踩坑这种。对，然后最后一个，当然就像刚才提到的，这个我也就点到即止，就是说，其实有很多事情我们是想做，但是现在的工具还不支持，所以我们就自己做。这也是我们在这个 Tanka 内部非常做的非常 aggressive 的一个事情，因为除了做增长，就我们刚才提到的各种增长以外，其实一个很核心的东西是说，怎么样 AI 能让3个人做到30个人的这种事情。这个时候，其实我们从管理的角度发现，其实我们现在好多事情思维是被现在的工具给束缚的。就比如说，如果我们的任务管理用 Jira，对吧？用 Asana，
哎，但是有没有想过，这种 Jira 是多少年前的工具，对吧？Asana 是多少年前的工具，对吧？我们这个任务啊，还要把人把它写进去。如果我们聊天的时候，对吧？比如说谁谁谁指派一个任务，我们还要把它写进去，还要写 due date，还要填空，对吧？写完了还要把它 check off。这个其实退一步讲是非常过时的一些做法，所以我们会自己做这种 AI tracking 的这种事情，对吧？咱们聊天的时候让，如果有什么任务的分配，我们就直接这个，对吧？让我去跑个腿，我们这个 AI 就直接把这个任务贴到我头上，对吧？做完了以后我一 check off 就行了，中间的很多步骤就可以省过去了。所以这就是举一个这种摊开上的例子。所以其实我们内部是一边尽量的用现有的工具能达到这种10倍的效果，但是当我们发现没有更好的工具的时候，我们就放到自己的图上面，争取能自己去做一个行业领先的这么一个产品。我觉得你别收着说哈，你别，我觉得我们现在逐渐进入这个最核心、最重要的话题，你先别收着啊。那个，我觉得刚才那个例子其实特别好。那个，因为我不知道大家这个听众朋友们 Jira 用的多不多，或者其他的一些 ticket system 用不多。我自己最大的一个感受哈，就是 Jira 这个东西，当然可以 track 很多东西，但是经常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碰到过，就是谁来写 Jira，有时候为了这个事情都要扯皮。就是大家在讨论，对吧？讨论完了以后，哎呀，we need to do something as a follow up，然后就会哎，那谁谁谁，你去 create 一个 Jira 好不好？还是我来 create 一个 Jira，你知道吗？就这个事情还要专门 specific 来讨论，到底谁来写这个玩意儿？因为有时候写一个 Jira 还挺花时间的，说实话，尤其是这个 context 很复杂的情况下，你可能得花20分钟。半个小时才能够把这个东西描述清楚。刚才你们讨论的前因后果，这个，而且你还要给做的人一些足够的 guidance 和 context，所以你有可能你 description 里面要写很多东西。所以当你描述这个场景，你说，嘿，当我们讨论完以后，我们直接对着 AI assistant 说，OK，create 一个 ticket 贴到谁的头上，这 exactly 当下就节省了，比方说20分钟的时间。So it's a great improvement over there。所以我知道。我不知道张贝，你开始可能没有仔细介绍你们 Tanka 是做什么的哈。我觉得你们如果是，据我了解，你们是做一个协同的一个 AI 的一个 platform，对吧？你们的 ambition 是不是说想去 replace 所有的这种协同工作软件？以后大家这个人和人之间的合作，只要通过这个 Tanka AI 的这个 assistant 或者 platform，就都可以把所有事情都可以搞定，而不需要我这边还有一个 Jira，这边还有一个什么 Slack 或者是什么，是不是一个整合的这么一个系统？我的理解对吗？呃，大部分是这样的，就是嗯说，但是可能要说出来，就是说到这儿，我也差不多提一下，因为跟我们今天的这种就是 AI empower growth 还是挺相关的，因为我们真的是用自己的产品在 empower 我们的 growth。然后是这样的，就是摊卡的其实愿景，它的最终目的不是说想 replace 谁，对吧？因为作为在一个美国的公司，你要做的是要融入这个生态。所以这是第一线。然后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要 replace，我们的目的更多的是说，哎，对吧？我们现在比如说今天，比如说有个 founder 今天要创立一家公司，对吧？我们是更想用这个第一性原理让他去思考，我有个起点，我有个终点，对吧？我有个 idea，然后我怎么样把这个 idea 变成一家那个 profitable 的一家公司？这中间这个怎么样用 AI 最大化这个 outcome，然后最高的提高这些效率，然后我们会非常 aggressive 去 challenge 这些可能大家已经习惯了，但是实际上并不 make sense 的一些东西。对吧？就我刚才说的这个 Jira 填表，这个就是一个例子，对吧？这个真的是我最讨厌天气。很多公司到了一定程度有 technical PM，对吧？每天做的事情就是这个填 Jira、就是 update ticket Jira，对啊。吧？你说这个，说实话，我倒没有说不敬的意思，这个工作我是死都不会去做的。那个，但另外一个，其实我们其实也经常在 challenge 自己的边界，对吧？就比如说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说，比如说我知道很多人都在用那个ChatGPT，对吧？然后这很正常嘛，对吧？我们要做 brainstorming，但是问题是，哎，我们这个事情你跟这种 ChatGPT，你做一些小的问答还可以，对吧？但是你比如说你在职业上，你成立一家公司或者让一家企业是个深度的思考，你可能这个周期是以周、以月、以年为单位的。
这样的话 AI 根本记不住你这些事情，对吧？所以说，基于这个东西，我们是在公司，包括跟我们非常有幸跟这个盛大背后的研究院做了一套无限记忆的系统，所以我们 AI Tanka，你跟 ChatGPT 聊的时候，它一会儿让你弹个新窗口，对吧？它就记不住了。但是这个非常不符合其实职业上的这个深度问答了。但是在 Tanka 里面，在 Tanka 里面我们就做到了，我们是无限记忆的，对吧？比如说这个 quarter 我们做了 QBR，哎，下个 quarter 再下个 quarter 是无限连的，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记忆系统能做到精准提取，所以说它真正的是这种人工智能，让有了记忆以后，你才觉得它是个 intelligent 的 conversation，而不是说啊，我要给它一堆 prompt，才能得到一个可能非常炫的 PowerPoint，但是不能用的一个 PowerPoint，对吧？这是我们挑战的其中的一个记忆的 AI 记忆的一个边界。这个框架我们也会去开源，到时候也欢迎，对吧？大家 AI Builder 自己来试试看。非常 exciting。那个你刚才说的这个点，我都感同身受。那个用 ChatGPT 的时候，甚至是说，都不要说什么无限记，我觉得有点说的太远了。我们甚至是说 feed 给 ChatGPT 一份数据，然后我正在跟它进行 back and forth 的一些说话的时候，它这个数据就忘了。对他说："I cannot access your data. Please upload your data again." 就是我对10分钟前刚刚 feed 给他的 data，我还在问他问题呢，这个 data 就已经没了，所以我还要再 upload 一遍。所以这个就这个在 commercial 的环境就非常没法就是大规模的去应用了。所以如果你们确实有一套这个我不知道无限记有多无限哈，但听上去非常的这个 promising 和 exciting。对对，这也是一个例子，相当无限。这个我们背后非常重大的一个项目，所以是我们到时候开源了也会让这个 developer audience 大家一起来关注。然后那个这只是一个例子，对吧？就是说我们怎么去挑战这个工作的这种边界，怎么样让 AI 能真正的为自己服务，而不是说我为 AI 打工，对吧？你得让那个 AI 为自己打工，不然 AI 记不住东西，我老觉得我是给他打工的，对吧？我要供着他这种，然后。然后另外一个，我可能再举一个，就是也不说太，因为我做很多。另外一个，其实很多人我们在做 Slack，对吧？大家很多人在 Slack 上协作，但是有没有人想过，就是 Slack 非常不 make sense，对吧？Slack 超过90天的记忆，你要 access 就要给钱了，要凭什么呀？对吧？然后另外也就是说，如果 Slack 如果是自己公司的人可以邀请，如果你邀请外部的人又要给钱了，对吧？这个其实作为新一代的公司，我们认为未来是一人 unicorn，对吧？或者10人 unicorn 这种公司，你一定会跟非常多的外部的人一起来协作。对吧？所以这个10年前的工具，它的设置就是不符合现在的操作方式的。还有另外一个东西就是说，Slack 我们保留了这么多 conversation，但是比如说，哎，你们有没有碰到过？我一早上起床发现啊，10个群里面1000条未读信息，根本找不到。我根经本找不到，常经常要干一件事，就是说，哎，那个谁谁谁，我们上次讨论的那个在哪个 channel 里讨论来着？我要去翻一下 从 record，来找不根本找到，不着。不可能找不到。这个 search 我也不知道，我从来找不到，哪怕2天前的我都找不到，对吧？但是我们现在有这些 AI 的东西，为什么我们不能让 AI 就要这边是聊天框，对吧？你这边让 AI，你说你帮我总结一下，昨天晚上我们地球那边的团队做了什么事情，你能不能告诉我，对吧？我需要哪2件事情，需要我现在就要去 catch up 的？有没有谁做的事情是卡在我这边的，对吧？我一定要去做的，我没有时间去看这1000条信息，这个能不能让 AI 帮我做到？Slack 是做不到的，但是 Tanka 是可以做得到的，对吧？所以说我们就在不停的挑战这件事情的边界，就比如说举个例子，就是我们这个。对吧？这个天天叫陈总，对吧？就在管理10几家公司，对吧？这么大的资产，每天早上起来了以后，哎，每个群用 AI 画，就5分钟就 catch up 所有公司的这种信息。我们也是，我现在也养成了每天早上起来，哎，打开群，我不是说去读这种东西，我就点一下，哎，你帮我总结一下，有什么东西需要我的嘛？没有我就继续该干嘛干嘛去了，就极大的减少了我自己的焦虑。这个我觉得也是另外一个就是挑战这种 AI 边界的一个例子。对，Caroline，你听下来怎么样？是不是非常 exciting？我反正听的感觉非常 exciting，感觉解决了我很多实际工作中的问题。对，其实我觉得张贝说的这个很有意思，就是很多公司，包括我们公司，我们都在考虑说，
如何能增加团队之间合作的这个efficiency。其实我觉得不管是什么年代，这回头一看，感觉不管公司是什么体量，其实大家在这个 cross functional，然后这个和人之间的合作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总是有一些信息的不对称呐、或者是信息传达以后的不及时啊，所以这块真的是蛮重要的。然后我们自己公司，我们实现我们的一些 AI 方面来讲，我觉得因为我们的主业毕竟不是 AI 嘛，但是我们也碰到了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情况，就是我们作为给医疗、还有牙科以及保险三个看起来 loosely related，但是都是就是合规要求非常高的行业，在做这个给他们提供这个后台的一些这个管理人员的人才的这个过程中，发现 medical 就是医疗企业。他们做这个所谓的 revenue cycle management (RCM) 的过程中，其实很多实际的情况，他们总是找我们要，让我们帮他们去找所谓叫 medical biller，就是帮医生去记录他的那个诊断的过程，然后嗯美国的医疗系统有很复杂的那个 coding。我今天帮你看了一下牙，或者我帮你去看了一下耳鼻喉科，这些 coding 全部都不一样。那这个过程就叫 medical billing。我们这个 medical billing 其实它就是非常的这个手工操作。以前，后来我们就说，其实这个里面就有一个非常好的用 AI 来解决问题的过程。所以我们公司发布的 AI 的这个使用的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案，它是非常非常具体的，它就只负责医疗行业的呃收入管理，用翻译过来的话叫 revenue cycle management。然后当我们去跟客户聊起来的时候，很多医生都是，就是我本来想跟他聊后台管理的人员，马上人家说你有没有更好的 billing solution？所以我看到也是挺有趣的，就是我的一个体会就是，一方面作为一个 marketer，我自己有很多很具体的 AI 的使用方案，等一下我可以讲一个挺有趣的故事。但是从我们作为开创新的这个收入来源来讲，我觉得我的一个体会就是说，你最好是作为在某一个行业耕耘很久，然后你对这个行业的用户的实际体验中碰到的问题跟挑战。就是有第一手经验，那你去实现这个价值，就是创造价值这样的一个机会，其实会更具体。嗯而不是说比较虚。因为我见过有一些 founder，比如他自己可能是在什么公司做什么 engineering 的，因为他见过很多数据，他也知道 AI 的一些基本的操作方案，也找我聊过好几次。他们会说，我们就想帮营销部门做这个解决方案，比如说我可以帮你什么更个性化呀，拿到数据啊，或者帮你在参加展会的时候，都是一些就是说乍一听是有需求，但是不是刚需。所以那些团队后来就是可能现在差不多1年嘛，我觉得如果我回访他们的话，应该都还没有什么水花。嗯所以我觉得就是对听众朋友们的一个建议，就是要不然像张贝他们这样，就是本身整个 growth 的团队自己又能做产品，又能做营销，那么你这个产品本身，然后用自己的产品对吧？Eat your own dog food。要不然呢，就是像我们公司的这个，我们是专门 incubate 了一个分支的一个 subsidiary，现在这个 subsidiary 就是深耕所谓 medical billing 这样的一个用户的一个需求场景，连 dental 我们都不做。虽然乍一听你会觉得牙医跟内科医生不都医生吗？嗯。但那个整个 workflow 都不一样。对对对，我跟这个相关的，我也是就是有了解到，他们也有这个 AI 应用开始去尝试帮助这个诊断的过程来生成这个报告，因为很多时候医生看病跟病人聊很多，一聊半个小时1个小时，有很多的 information，对吧？那别人走了以后，医生或者是他的助手就要开始打开电脑开始写，今天看了谁谁谁，这个人有什么症状，对吧？医生建议了什么什么什么，他的这个诊断结果是什么，然后有什么注意事项，开了什么药，这所有的东西全部要有人给他输到一个电脑里去。但是其实所有的这些信息都是刚才发生在刚才的这个 conversation 里面，
所以这其实也是一个很 niche 的一个 market，就可以说，哎，我们这个当聊完以后，砰，AI 就把这些东西全部都给你填好了，因为所有信息刚才都已经发生过了，is nothing new over there，对吧？顶多人可以 review 一下，所以这个其实是可以用 AI 很大的提升这个效率。那我现在听下来，其实就是如果我们这样说 AI 帮助增长，其实两块儿，就是一块是说 AI 可以帮助现有的一些呃，就是分块的一些 task，可以更快更好的完成，就是 existing task。那么这可以极大的提高一个人的工作效率。另外一块，就像刚才张贝讲的，当你要做增长，其实 with AI 会有新的打法。就好像刚才说的，哎，我可以针对每个不同的客户有他自己的 customize 的这个一个 landing page，或者是一些他的针对他的一个 sales pitch 也好，或者是一个材料，那这个可能就是在原来的没有 AI 的情况下，人力基本上是很难做到的这个事儿。所以是不是宏观上，如果把它说成这两块，是比较符合大家现在的一个看法和认知？嗯，对，是这样的，就是我一类就是提升现有，对吧？提升现有渠道的效率。第二个就是说创造新的可能性，对吧？我可能如果再强行加第三个的话，就是提高人的组织和协作的。组织效率。对对对，因为最后来说，其实这个就属于什么是那个 tactics，对吧？什么是这个大脑的事情，对吧？刚才我是觉得，哎，这不管是做什么事情都是 tactics，但是真正重要的还是这个人，那个背后人的团队怎么去思考这件事情应该去怎么去做，这个我觉得 AI 能去改变的事情更多，因为我觉得我在这边虽然时间也不长。但是在一个很对吧非常 lean 的这种情况下，就逼着大家就是思考怎么样去 leverage，这样时刻把这个能量都用在最高 leverage 的地方，其他的地方就用这种 AI 去解决。然后可能我要再加一个的话，就是说，我觉得反过来讲的话，我觉得还是要意识到有那么几件事儿 AI 不能做的这个事情也还哦，是对我还是非常尊重，有些事情 AI 并不能去代替，因为很多时候我觉得也不能因为什么事情都让 AI 来做，也会有惰性，对吧？就是有些事情可能就是还是得干脏活累活的，还是得做，对吧？就稍微提一下，就比如说，我觉得我最想从 Caroline 这边学到的这个 product marketing，对吧？这种产品的定位，这种 messaging，我觉得至今像这些事情还是非常难用，可能还是要这种 intuition，用大脑深度思考的事情，我觉得还是要自己来做，就是而且用 AI 做会跑偏，可能还是要自己好好处理，该花的时间花时间，对吧？或者说，比如说用户调研、用户洞察，对吧？战略判断等等的事情，就是还是要尊重这个还没有到还没有到真的那个啥都能 delegate 出去的程度。对，我觉得这个我也特别赞同，就是一方面张卫刚才说的 AI 助力协作，我觉得特别重要，因为呃这块 no doubt about it，但是 AI 它的确并不 perfect，我自己也深有体会。我刚才说到 AI 其实有一个很有用的一点，就是在 market research 上面 accelerate tremendous。我们以前在做一个 B2C 产品的时候。为了做一个 market research consumer survey，我要花6个月的时间，然后我们花了将近10万美金才哇，做完，拿回来了800个完成的那个就是填完的这个问卷，结果最后拿到老板那边，老板的反应就是说数据不够大，然后给到产品，产品说好吧，我们都知道了，就大家的意思就是蛮客气的说就 common sense。然后，但是现在呢，我就包括以前我们在 Facebook 时候，我们做这个客户调研，当然 Facebook 那会儿也是有钱啊，又闲得蛋疼，我的一些员工就会自己在那想说，接下来6个月我们要飞到印度尼西亚去做客户调研，你想又贵又费时间，现在这些事情我基本上1个礼拜之内都能做完，就是我最少可以做到60%是准的，但还剩下的40%，就像张贝刚才说的，这个就是有经验和没经验的 market 的巨大的区别。为什么呢？举个小例子，我最近有一个员工啊，我要让他在做一个这个 happy hour。
就是很简单的 email 邮件邀请 prospect 去参加我们的 happy hour，但在设计的过程中，我们没有去选 hors d'oeuvres，我们没有去选 appetizer，我们决定说给大家 catered dinner，就是你知道那个自助餐风格的那个 对，buffet dinner。然后那个员工呢就想说，那我要老实，我不能撒谎。然后他就老老实实的写了一篇邮件说，我邀请你们来参加 buffet dinner。我当时就在想，因为我还是有一点敬畏心啊。我说，虽然我们也来美国快一个 quarter 的世纪了，对吧？20多年了，但是我怎么觉得被人邀请参加 business 的 buffet dinner 就是有一点不爽，地方不爽。这个东西就你既要有营销的概念，然后你还要有一定的这个 cultural awareness。那我怎嗯么办呢？我就把它放到那个 ChatGPT 里面，然后我就非常具体的问他，这里面是有公式嘛？大家知道，就是 act as here's the context, here are my concerns, your task。我就非常具体的问他，然后果然给我回答说，用 buffet 呢就感觉太 casual 了，不够 premium。尤其是你还想要 call on 这种 mid-size medical group senior level people，那估计是没有办法实现你的目标。因为我跟他讲，我的目标很明确，就是我让他们看到我这个 email 要有点击的意愿，要打开，而且要有注册的行动。嗯，所以我的感觉就是说，ChatGPT 有时候它会准，它有时候也会不准，但是就看你怎么样，就是你使用的人你要有 business context，对，因为它有错的时候，我另外做一个 talk，我同时在做一个 talk 的时候，我也让他帮我在准备我的 talk script，结果他误以为说我是做主持，而不是同样作为嘉宾，他就一边给我写一边说你应该这样讲。他那个行业是这样这样这样，你可以问他这个问题。我说不好意思，你再看一下我的 actual context。他说，哎呦，不好意思，我看错了。看错了，咋还能看错？还挺有意思的，还挺谦虚，但是并不都很准。嗯所以，但是你要是问他，就是你问到很具体，你是可以拿到答案的。包括我会问我说，pressure 这个词，我觉得是 singular，不应该是 plural。我们会就这个点，我们会甚至往返讨论。嗯。对。我觉得 AI 现在的这个通用的 AI，有一个问题，就是它会跟着你的这个引导在走，就它其实就是说你不断的反复追问它，反复追问它，它 always trying to follow you 那这其实当然有好有不好，那好的我们就不说了，那其实不好就是说。你别把他说的话那么 take serious，因为他说的话，其实你如果要去推敲它，这玩意儿都可以变的，对吧？哦，对，我可能没有太明白你的意思，或者说哦，我可能没有理解你的意思，对吧？那其实我看到有很多人做测试，就是其实 AI 说的没问题，但他就是故意去 push 它，就说啊你这说的不对，对吧？然后我这个刚才说的是啥？说哦对对对对，确实是我疏忽了，你这个刚才说了啥？我觉得这确实是有这样的问题了，就是我们还是需要靠人去最后去把关，去把这个映射到现实的这个生活中，看它是不是符合我们的这个实际情况。对，你知道现在很多对，家长都很担心，说小孩子以后没工作了，如果这个 AI 这么厉害什么的，其实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们现在我们自己的事业已经上正轨了，然后我们有那么多的 business context，我没有觉得那种焦虑感，因为我是觉得说，尤其是 B to B，我们的这个 training 的数据非常少。比较难让 AI 做到说把 B to B 的这个整体的，就是销售啊，然后客户的心理啊，这些真正的动机，他非常明白。所以这但个东西，是但是你要注意啊，像张贝他们做的这个AGI 这种 platform，如果在很多公司用了以后，你们所有的从业人员平常开会所讨论的你的想法、你的 note、你的一些 plan，全部都在这个 AI 里面以后，可能过若干年，那个 AI 就会变得 understand 这些 context 了。
对，这个我说几个就是我们在探索的事情，就是提一下，就是首先那个，首先我并不觉得年轻人会，也是我觉得他们站的起点太高了。现在我碰到的年轻人都是啊，真的已经省去了20年的这个踩坑，你第一天就可以创造非常非常 amazing 的事情。这个我觉得只是做的事情不一样，这个是另外一个事情，其实刚才两位就是说到几个很关键的事情，对吧？为什么这个工具你需要反复的去告诉他，对吧？而且它还会有个讨好型人格，什么就胡编乱造，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在这边挑战要解决的问题，对吧？它之所以你要去 prompting 它，就是因为它没有记忆，对吧？但是如果解决了记忆，你就不要再去，如果你 Caroline 你想象，如果这个 AI 知道你是 CMO，对吧？知道你这些东西，你不应该去 prompting 这个事情，对吧？而且另外一个事情就是说，还有一个事情就是说，现在模型的种类也很多，对吧？如果大家用基本的模型 free 版的和 pro 版的，或者说 deep research 和推理模型，这个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比如说我们在内部做的测试是说，我们认为在这种casual conversation 的话，用小的模型可能就够了，对吧？哎，比如说我这个烤肉要多少度才能熟，就不需要太复杂。但是如果我们要做这种深度思考的话，我们这边是探索的，比如说我们会用千问的这个推理模型在上面去 fine tune，这样的话，哎，所有的模型它会根据你的 intent，它会做深度的思考。这样的话，你会觉得它给你的效果是完全不一样，它就不会再讨好，对吧？它会真的是按照你的这个目的来，这个也是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效果。反正就是举一下，这个也是大家 evolving 的一些事情，反正大家那个随时不停的收集反馈和调整吧。对。我现在感觉下来，就是说 AI 如果我们再回到我们的最开始的这个核心的一个，就是促进增长，我的总体感觉是说，AI 非常善于做非常 specific 的事情。如果你问的一个问题非常具体、非常确定，然后它能够给到你非常好的一个准确的答案。还有就是它的这个呃发散性的思维。其实人的发散性的思维是更好，但是因为你只有一个人，那 AI 它是获取了海量的数据，所以它的发散的能力比我们要好很多，因为它并不是真的思考了，它只是就是说把它数据里面所有的这种可能性都来给你呈现，因为人的脑力是有限的嘛，但它是等于是无限的，所以它的发散性能够给你做得非常好，就好像刚才张贝也提到了一些新的打法，对吧？不同个人的 customization，这个可以短时间内可以成倍、数倍的、千倍、万倍的一个效率的增长。那现在还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的就是归纳，虽然它可以归纳的不错，但是它归纳的是不是符合我们的想法和我们的思路和我们的需求，这个是还需要去做很多的探索在这个里面。嗯，我觉得这可能是下一步，张飞你们会着力要解决的问题，然后对，大家也会在这方面有更多的投入。然后我觉得 end of day 最终它就是一个工具嘛，帮助我们这个更快速的、更好的、更精确的、更有效率的解决我们的问题，或者是创造更多的增长，对吧？那最终还是希望能够解放我们这个牛马们的这个时间精力，对吧？可以去关注更多更有意思的事情，把这些繁杂的工作交给 AI 去完成。我希望是可以有这么一个效果了。嗯，是不是可以实现一周工作3天，或者是那个叫什么 4-hour work week？我觉得真的不需要，我觉得一周可能1-2天就够了。如果就 真的 four hour 啊，对啊，4-hour work week。对呀，就是对吧？你就是指挥一下 AI，把这些东西做好，你就是指挥一下或者 review 一些结果，对吧？这些 actual 具体的工作他都可以做的话，其实人真的不需要工作那么长时间。不过有一些东西很有意思，就是 training data at some point 看能不能 catch up，就是人的这个人性，然后人为什么会做某些事情，很多时候他不会 declare 他的真的 intent。因为嗯我们在推销一个 SEO 软件的时候，就碰到过非常具体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当时那个软件呢是不像那个 Slack 那种，就是你增加一个用户我收多少钱。
我们是故意告诉我们所有的客户说，你加多少的用户，我们都不额外收钱。但是我们就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你不管怎么跟客户推销这个 benefit，使用的总是只有大概不超过一两个 SEO analyst。后来呢，这个迷思啊，我们 CS 都没有发现为什么，因为 CS 的其实一个主要的 KPI 就是让更多的人使用我们的工具，因为越多人使用我们的 retention 越好嘛。后来我开始进行这个全国巡演，因为我跟我们的那个 customer marketing 的同事我们就 partner，然后一块儿满世界去跑，跟客户聊的过程中，我就那时候我也是一腔热血，我就说，哎，你们可以用啊。Product marketing 也可以用啊，我就在用啊，我也是跟就是有点像张贝现在这个情况，就是说我自己用我们的产品也觉得很好用，然后我就说类似跟我一样的 function 应该也要用，但是当我去他们公司内部了，去跟他聊了，才发现 SEO analyst 其实根本不想让别人用我们的软件，他就想他自己是公司那个唯一懂得使用这个软件的人，这样他有 job security。那这种人性的东西，从纯粹我们想要用 AI 去，像张妹说的，可能 AI 暂时是替换不了这个所谓 value proposition 的，因为为什么？我们不去真正了解它那个between the line 以及它的 body language，这个去跟他去见线下面基，很多嗯时候是挖不出来这种隐藏的这种动机。嗯。哇，我们这个逐渐深入到哲学领域了，这个人的欲望和说到底都是人性啊。都是人性。这个还是要老板有这个慧眼，才能看出来这些事情才行是。对，但是我觉得it depend 有多少人掌握了这种信息吧，因为尤其在 AI 时代，信息的流传的速度和渠道会更加的广阔和更快，你很难 keep something to yourself for too long。你可能几个月，OK，但 sooner or later somebody else will say something about it，对吧？然后你可能很快就丧失了你的这个 secret weapon。我觉得这是很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尤其在 AI 时代。刚才我们提到了，我们核心的话题就是光速的增长嘛，高速的增长，一个东西好用，瞬间，对吧？到处都有在用，而且这些，对吧？咱们为了推销这个产品，也不知道 create 多少 content 在 Internet 上来说这个东西好用，其实很快它就触达到了很多的这个用户那里，所以，嗯，说不定 AI 能够，对吧？反而对抗这个人性的这个自私的一面，达到一个世界大同的境地也不一定呢。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微信上是有一个视频，那天看到，我觉得挺有趣的，就是他们做了一个simulation，说当 AI 把世界变成说大家都很富足，都不用工作之后，有一阵子人是很开心的，但又过了一阵子，有些人就开始觉得很无聊。有时候就像我在家跟我们小孩聊天说，就跟我们家猫没啥区别。你觉得猫很幸福吗？其实我并不想成为它那个样子，所以就有一些闲不下来的人就开始做一些手工的东西。可是做着做着，他们又觉得说，这个东西究竟还是少了点意味。后来呢，然后据说呢，他们就开始想说，那这样子，我们呢给你们戴上一个 VR 的这个头盔，然后你们去打大 boss，做那种嗯。特别酷炫的游戏。打 boss 的时候，你还是很辛苦的呀，还是要有一点这个战略呀，要有一些创造力啊。然后，但是又过了一阵子，这些人又抑郁了，说打着打着就发现这套路都一样。然后呢，后来他们就想说，那怎么办呢？再给你一个虚拟世界，这个虚拟世界里面，你要生孩子，你要受苦，你的钱永远不够花，你要去当牛马。然后结果那些当人一个牛马又绕好了。回来了，绕回来了，又当牛马了。听起来好熟悉啊！我们是不是就像 Elon Musk 说的，我们就生活在一个虚拟世界里？我们在这个虚拟世界里当牛马呢？庄生晓梦迷蝴蝶，谁知道呢？咱们说不定就是在蝴蝶的梦里。现在 哎呦，我的又哲天呐！学了，又哲学了。对对，
我们现在其实就在做一个小模拟，还刚刚开始，但是有一些很有意思的东西，但是我可以先开个头儿，对吧？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正在 train 我们这个就是 Tanker 上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 double，对吧？因为他知道我的对话，知道我的 context，而且他能记住所有的东西。理论上来说，他长得越来越像我，所以最近其实我们在做一个小实验。然后到时候说不定我们可能会考虑，说不定 publish 一点，对不对？我们做的实验就是说，每个人都有 double，那么当我需要回复的时候，我就不要自己回复，对吧？我让这个 AI 帮我回复，代表我回复。然后我们其实现在做的效果还不错，我们已经有这个功能了，对吧？现在就是相当于就是我可以说画一下屏幕，让他自己帮我回复。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拿对方呢，对吧？对方他也不用自己回复呀，他也可以说，我也让 AI 帮我回复，反正 AI 也知道我，对吧？然后对方也让 AI 回复，然后我看到对方的回复，因为大家在一个团队里面嘛，对吧？那么理论上来说，每个人都可以这样让 AI 根据自己的 personality 和角色来回复。我们最近看到了，他正着这个 AI 来做了好几页，他还挺像这么回事儿，那回复的相当像，每个人的口气相当像，对吧？所以这个实验就是说，这种理论上来说会发生一种什么情况呢？就理论上来说，就是我们所有人都坐在旁边，让这个 AI 自己工作就可以了，对吧？知道 some point。他到哪儿的时候，他会 break，对吧？会跑偏，对吧？这些人跑去打架去了，对吧？或者这些人都 happy，都去聊天，都去讲笑话去了。我们正在做这么一个实验，就看到some point 就可以让 AI 自己能走多远，我不用抓着它来刹车。反正是到时候如果我们有些发现，我们可以抛出来，大家一起可以试一试。Interesting，你看这就虚拟世界就来了。对，我们公已司没有人在经开始。工作，全是 对 AI，就对对是每个人的 AI 分身在对，这工作了。这就是我们的愿景。如果能每个人足够把自己有深度的培养出来，理论上我们就坐在这儿就睡觉就可以，就去睡觉，就让 AI 去自己做。卡不成的时候给我一个 alarm，我再起床，对吧？再开始做事情。这是一个小实验了。而且你这分身不只有一个呀，你这个分身可以在不同的地方同时嗯，干着不同的事情，这都是你，这就对呀对呀不得了了。嗯，对呀对呀，还可以在这个公司干，我可以拿到其他公司，这个还都是在一个公司上班。对，同时在是是的，就是理论上都是可行的。我们刚刚迈出第一步。哎呦，就是然后同时用不同的 avatar，所以没有一个撞车的危险。对的对的，对啊，对啊，还可以现在远程办公，你就换个脸嘛。嗯，是的是的，没错。那完完了，那全不知道。嗯那这个以后 Tinder 的走向可以啊，我搞一个 Tinder 嗯 profile，不，我搞10个 Tinder profile，我可以有10个不同的 life，virtual lives，对，就不会无聊了，对吧？不用去找这些 game 了，对吧？都好了。就不用大家的真身都没有在上班，都在玩 Tinder，然后都在干别的。是的，大家的 是的，avatar 都在努力干活中。对对对，这才是健康的一个状态嘛，对吧？生产力也有了，这个娱乐也有了，你想干，你就直接在无缝插入就行了，对吧？好啊，太棒了！我们感觉我们的这个希望早点看到这一天的到来哈，我觉得看我会发生什么。跟大家可能留2句言的话，我的建议是：第一，如果还是有点不 sure 用哪个 AI 工具的同学，呃，don't wait，现在有很多的 open course，基本上你只要愿意 carve out，我觉得1个小时，然后每天1个小时，最多2个礼拜，你应该能够 10x 你对 AI 工具的理解。这是第一个，就把自己做到 AI proficient，不一定是不一定是 AI proficient，你 AI literate 要做到。然后第二个呢，就是 it won't break，so try it，对吧？try whichever way you can think of。第三个呢，就是 give yourself some time，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是不想去学，而是我们太忙了没空，所以一定要 carve out the time to invest in your future。当然了，你非要去 Tinder AI 也行，那回头给我们来贡献一些故事。对对，好，那我从另一个角度也提一些，100%同意，对吧？我从另一个角度也提一提，就是这些先行者，对吧？大家也不要，也请分享自己的一些心得，对吧？让大家
能一起学习一下。因为当时我记得，说实话，我自己可能当时一个非常有收获的，就是去那个花了500块钱买了课代表的那个课程，我不知道那个当时教我怎么用 Cursor，我觉得这个对我简直是不知道有多受益。这个我也非常非常希望跟各种先行者，对吧？我肯定虽然我们非常 aggressive，但我们一定认为有人是走在前面的，所以高手们，对吧？千万不要利于分享。对，我觉得今天两位其实就是在这里做这个分享，也是就是非常感谢两位，帮我们又了解了更多这个 AI 领域在这个 marketing 和 growth 方面更多的一个应用和可能性啊。虽然我们后面聊的有些这个天马行空啊，但是 who knows，对吧？说不定这个就是未来会发生的事情啊，让大家就是对未来 be open-minded。这个一些非常精彩的事情可能接下来会发生啊，大家拭目以待。好吧，那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在这里，我们一起来聊了一会儿这个 AI 这个最新的发展的一个情况，也感谢两位非常这个真诚的分享和这个讨论那我们下次有机会就看看这个张贝这边你们的这个 simulation 做的怎么样啊？我们有新的东西，我们再回过头来再继续接着聊。好嘞，好，好嘞，那谢好的，谢两位谢谢啊，那我们谢谢好，今天就谢谢 先到这儿 Zoe，了，谢谢 Caroline，谢谢周友，大家晚安，拜谢谢张贝拜拜拜，谢，Good 谢。night。拜。